你想象一下，在生命最初始的那个瞬间呢，在操作的不是人类那种温暖又熟悉的手，而是一组在 AI 引导下，动作比我们头发丝还要精细的机器手臂。这画面听起来超科幻的，对不对？但根据你给我们的这些资料，这好像不只是电影情节，它已经在现实世界发生了，而且可能很快就会彻底改变我们对创造生命的整个认知啊！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聊一个你特别感兴趣的主题 ：AI 跟机器人技术到底要怎么颠覆传统的试管婴儿，也就是 IVF 疗程。我们手上的资料蛮精彩的，有一篇福氏新闻的报道，还有一篇产业分析叫生育桥梁，另外就是一家关键公司 Conceivable Life Sciences 他们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很清楚，就是要帮你弄懂这整套 AI 配上机器手臂的技术到底在搞什么，它厉害在哪儿，然后又能解决哪些存在很久的大问题。没错，而且我觉得这里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这不单纯只是一个技术创新的故事，它其实是直接挑战了好几个非常根本的困境。首先就是可及性，你给的资料点出了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全球有1/6的人口都受到不孕问题的影响，但这里面竟然高达95%的人是根本没办法获得试管婴儿最相治疗的耶！这项技术可是拿过诺贝尔奖的耶，这个落差实在是太大了。其次就是一致性还有成本。在美国做一次试管婴儿疗程，可能就要花上$25,000，而且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你选对了哪个诊所，遇到了哪个胚胎学家。整个过程大概有200个手动的步骤，你想象看，任何一个微小的手抖，或是一个判断上的差异，都可能影响到最后的结果。等一下，200个步骤，哇，这听起来根本不像在做医疗反而像是在无尘室里面组装一只那种超级精密的瑞士手表，但任何一个小小的闪失都可能让整个努力都白费了。这就完全点出了自动化的必要性，对吧？因为人毕竟不是机器，不可能永远都完美，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巨大的情感压力。资料里面 Conceivable 的执行长 Alan Murray 有一句话，我觉得完全说中了这个疗程最核心的挣扎。他问，每个人对于这种痛苦的承受能力都有极限，在放弃之前，他们能承受多少？哇，这句话真的很沉重，因为他点出了那种一次又一次失败背后的金钱耗损，还有那种心力交瘁的感觉。你说到重点了，这正是自动化技术切入的契机。这些资料里面的核心论点其实都非常一致，就是实验室自动化是唯一能把试管婴儿的服务量扩大40倍的方法。目标很清楚，让它更容易取得、更便宜，而且成功率更稳定。然后这里的关键词就是精准。Conceivable 的网站用了一个很棒的词来形容试管婴儿，他们叫它单细胞手术。这是一个在显微镜底下进行的极度精细的操作他们的理念就是透过 AI、机器人、先进光学还有机械视觉的结合，可以超越人类双手的物理极限，达到一种他们说是超人等级的精确度。这已经不是单纯想取代人力了，而是要做到人力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好的，超人等级的精确度，这听起来很吸引人。那我们来拆解一下，到底是谁在打造这些未来的科技啊？资料里提到了几个关键角色，首先是学术界的，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生育中心，他们开发了一套叫做 STAR 的方法，用 AI 来挑选最有活力的精子。他们还做了一款机器人，专门准备胚胎培养皿，据说精确度是人类的10倍。他们的中心主任 Zev Williams 博士甚至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他说，有些婴儿如果没有我们的创新，根本不可能被孕育出来。哇！然后在商业领域，有2家公司跑在最前面，加州的 Overture Life 和纽约的 Conceivable Life。Overture 的核心产品 Davitry
它是一个手持设备可以自动化冷冻卵子的过程。据说临床结果很好，准备在欧洲上市了。而 Conceivable Life 的野心更大，他们打造了一套叫做 Aura 的系统，号称是全球首个端到端的全自动试管婴儿实验室。听起来像是把整个实验室都装进一个箱子里了。诶，你这个比喻很贴切耶。与其说 Aura 是一台机器，不如把它想象成一座专为创造生命而设计的微型全自动工厂。它是一个由6个整合工作站组成的系统，能自动执行试管婴儿实验室里几乎所有的工作，从培养皿准备、精子处理、卵子筛选，到最关键的单精子显微注射，也就是 ICCI、胚胎培养，甚至还包括卵子的冷冻跟解冻。等等，所以从头到尾，连冷冻跟解冻全部都有这个系统包办。这听起来超级复杂，等于是把好几个专家的工作都整合在一起了耶。没错，但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自动化，还强调可追溯性。系统内建了追踪功能，每一个精子、卵子、胚胎都有独一无二的数位标示。所以这是在解决过去可能发生的那种胚胎搞混的人为疏失问题吗？那种事情虽然很少见，但每次发生都是难以承受的悲剧。完全正确，这能确保整个过程的透明度跟问责性。但最惊人的，我觉得还是它的效率模型。Aura 的设计目标是仅用3名工作人员，就是1名胚胎学家、1名工程师跟1名技术员，每年就能处理2000个试管婴儿周期。3个人处理2000的周期哦，这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资料里面有提到传统实验室需要多少人力来处理同样的工作量吗？这个效率的提升幅度听起来是革命性的，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资料没给出精确的对比数字，但业内人士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颠覆性的。传统实验室要处理这样的量，需要一个规模大得多的团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说这是唯一能扩大40倍服务量的方法。而且这不是纸上谈兵，这套 AURC 系统已经在墨西哥城一家叫做 Hope IVF 的顶尖诊所进行实际的临床运作了。好了，那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技术听起来很神，效率模型也很惊人，但它真的有效吗？成功率到底怎么样？这才是所有人最关心的吧。Conceivable 的 AURC 系统在一项初步的试点研究中取得了51%的怀孕成功率，有19名健康的宝宝因此诞生。另一篇报道是提到总共有21例怀孕，这个数字本身就很有说服力了。而且我们必须看细节，51%，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正面讯号。因为这项研究为了验证技术本身的能力，是特意排除了基因检测，并且每位患者只进行1次胚胎移植。在这么严格的限制下，成功率还能跟世界顶级的生育诊所媲美，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他们目前也正在墨西哥城进行一项规模更大的、涉及100名患者的验证性研究，结果非常值得期待。有了这样的初步成果，难怪投资人会感兴趣哦。资料提到 Conceivable 在过去3年已经投入了3800万美元，他们打算2026年在美国启动临场应用，而且现在就已经开始邀请美国跟欧洲那些大型生育医疗网络的负责人飞到墨西哥城就亲眼看看。这里有个有趣的数据哦，你提到的这些医疗网络代表了美国超过60%的试管婴儿疗程量。这就显示出 Conceivable 的策略非常聪明，他们不是在卖一台机器，他们是在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去解决整个行业面临的那个规模化的瓶颈。比如专业的胚胎学家严重短缺，还有要维持不同实验室之间的品质稳定有多困难。所以这就不只是一个实验室升级，而是整个商业模式的改变了。谈到规模化跟成本，福斯新闻的文章提到一个有趣的政治背景，说美国前总统川普曾经宣布要为家庭大幅削减试管婴儿的费用，像 Aura 这样的自动化技术，感觉就是实现这种宏大目标的关键钥匙耶。Conceivable 公司甚至提出一个更颠覆的经济模型，他们说可以为合作诊所消除资本支出，这
这是什么意思？诊所不用再花大钱买那些昂贵的设备了吗？这听起来有点像订阅制或服务费的模式。如果真是这样，那真的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市场定价，最终让患者受益。完全有可能，但当然，当一项技术这么深刻地介入生命的起点，伦理上的讨论是绝对免不了的。资料很坦诚地承认，不同的宗教传统对辅助生殖技术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些技术提供者的立场是，他们的角色是提供一种可能性，而不是替任何家庭做决定。我觉得资料里举的一个例子就很有趣，叫做基督教试管婴儿 （Christian IVF）。这似乎就是一个技术去适应伦理需求的绝佳案例，对吧？没错，这种做法的核心是为了避免产生剩余的、最终可能被销毁的胚胎。这对某些信仰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所以他们会将卵子一颗一颗的冷冻，然后再一颗一颗的受精。而我们前面提到的 Overture 公司的那个 Davitry 设备，因为能自动化单颗卵子的冷冻过程，确保每一颗都得到最佳处理，在这方面就特别有帮助。这就显示了技术发展并非只有一条路，它可以变得更有弹性，去回应不同的价值观。不过，为了提供一个平衡的视角，资料也很负责任地引用了一位未参与这些研究的专家的看法。他是德州的急诊医师，也是 AI 专家，叫做 Harvey Castro 博士。他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警示。他等于是来泼冷水的，对吧？他主要担心的是什么？听起来像是经典的 AI 问题。如果演算法出错了怎么办？正是如此，他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就是演算法错误的风险。当 AI 在做像是筛选胚胎这种攸关生命的关键决策时，万一出错了，责任算谁的？是临床医生、软体开发者，还是 AI 的供应商？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法律跟伦理问题。其次，他提到数据的局限性。他说，大多数的 AI 系统都是在有限的患者数据上训练和验证的。在大规模临床应用之前，绝对需要进行大型、多样化、跨越多个医疗中心的临床试验，来确保它的安全性和普适性。他最后的总结非常有力量。他说， AI 或许能协助创造生命，但它也必须尊重生命。我们的目标不应只是更多的出生，而是更健康的开端，并且要以负责任、合乎伦理和公平的方式来实现。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次的深入分析。从你提供的资料中我们清楚看到 AI 和机器人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进入试管婴儿这个极度个人化而且充满情感的领域。他们的核心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解决成本、可及性还有成功率不稳定这三大痛点。像 Aura 还有 Davitry 这样的系统展示了非常鼓舞人心的早期成果。他们证明了自动化不仅可行，而且在精准度上甚至可能超越最熟练的人类专家。就像我们前面聊到的那个超人等级的精确度。但在技术的光环之下，我们也看到了重要的提醒。就像 Harvey Castro 博士指出的，从演算法的责任归属到数据的公平性，这些都是在技术普及之前，整个社会需要好好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技术跑得很快，但我们的伦理框架跟法规也得跟上才行。最后留给你一个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资料中反复提到，这项技术的最终目标是将试管婴儿的服务量提升40倍。如果这个目标真的实现了，试管婴儿变得像其他常规医疗程序一样普遍可负担，这将如何重塑我们社会对于家庭规划、职业发展时间线，甚至是组建一个家庭本身定义的对话？这或许才是这场技术革命将带给我们最深远的影响。